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暖心多用抱枕水豚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抱枕分为头、下半身、五官和配件。首先学习头的钩织方法，包括正面和侧面。先钩织正面，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CH 锁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先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先打一个结，穿入钩针，调整线圈大小，左手挂线，接着开始起针，对照图解起对应数量的锁针。我这里起针数量较少，不做参考。起针完成后，接着钩第一行，倒2表示从倒数第二针开始，调锁针上方一根线，依次钩短针。一直钩完最后一个锁针位置。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二行，立一个锁针起立，逆时针翻转织片，挑下方短针针目不加不减钩短针。注意，因为织片翻面了，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总针数与上一行一样。这样第二行完成。继续钩第三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与第二行一样，也是挑下方短针针目不加不减钩短针。第三行完成，后面剩余行数就按第三行的钩织方法对照图解
勾完即可。如果中途一团线快用完时，需要重新接线，先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穿入，将线钩出，然后取出新线，直接绕线将线钩出，这样接线完成，短针也完成了。继续钩短针，钩织时将接线线头和预留的线头包裹住，一起钩织。包裹几针后，多余的线头剪断。大家按照图解将剩余行数钩完。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80厘米线头断线。穿入缝针，与第一行的入针位置卷针缝合。织物不要拧起来。第一针位置可以多缝2次。缝完后打结固定。藏好线头，这样正面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侧面，是在正面两侧的位置分别接线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剪针，请看演示。取出正面，我们先钩一侧的侧面，任意一侧接线，找到
缝合位置左侧1点，从这里开始接线，立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后面就是挑侧边边缘钩短针，一直钩完这一圈。完成后，可以数一下短针的数量，接着挑第一个短针针目钩引拔针连接，拉紧。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针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这样侧面第一圈完成。下面来钩第2圈，立一个锁针起立。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针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可以稍微拉紧。接着，表格中的 BLO 表示后半针。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靠近自己的这根线称作前半针，远离自己的那根线称作后半针。这一圈都是挑后半针钩织。注意，第一针的后半针线段稍微有点短，可以挑松一点钩织。先在下方针目上对照图解钩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表格中是括号 5xa 括号乘3，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先钩5个短针，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短针减针的钩织方法是：钩针先穿入左侧相邻位置，将线钩出，再穿入下一相邻位置，将线钩出。这样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钩出。这样短针减针完成。括号里的一组针法 5xa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5个短针，接着是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第2组针法完成。后面针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就对照图解钩织即可。
最后挑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这样第2圈完成。下面来钩第3圈，立一个锁针起立。这一圈是挑针目钩织，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3圈完成。后面剩余圈数大家就对照图解一直钩完最后一圈的最后一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结尾预留15厘米线头，穿入缝针，进行收针，将针从左侧第2针针目穿过，再穿回最后一针的后半针，稍微拉紧整理一下，最后打结固定并藏好线头。这样一侧的侧面就完成了。另一侧侧面方法相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样侧面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下半身，分为手、脚和身体。先学习手，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V 短针加针，请看演示。表格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先单环起针，起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1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直接拉紧，收紧织片中心，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一圈第1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如果分不清楚，也可以从后往前数针目。是这个辫子，稍微拉紧，这样第1圈完成。下面来钩第2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先钩一个短针，接着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短针，一组针法完成，大家再钩2组。
完成后，第2圈完成。第3圈是不加不减钩短针，大家一直钩完倒数第2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完成后，因为第4圈需要换色，所以第3圈的最后一针需要换色。先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穿入，绕线钩出，这样短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取出第4圈要用的线材，直接绕线钩出，这样短针完成，换色也完成了。接着用新线引拔连接，记得带一下接线和原线的线头。第3圈完成，将原线预留10厘米线头剪断。后面剩余几圈，大家将它完成即可。完成后，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一个手就钩好了，大家再钩一个，这样手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先放一旁备用。下面钩织脚，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即可。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注意一个断线，一个不断线。接着钩织身体，取出不断线的脚，先钩7个锁针，接着取出断线的脚，找到第1针位置，钩引拔连接，另一个锁针起立，连接的引拔针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这是第1圈的第1针，接着后面就是1针对应1针钩短针，完成后遇到锁针位置，调锁针上的1根线，依次钩7个短针，接着又在另一只脚上不加不减钩短针，然后又遇到锁针位置，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7个短针，也就是这一侧短针的入针位置。
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一圈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一直钩完倒数第2圈，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下面来钩最后一圈，另一个锁针起立，先钩11个短针，接着取出一只手，捏扁，引拔针痕迹向后放置，钩针先穿入手边缘2个针目，再穿入身体针目，一起钩一个短针，这样就合并钩织了。接着再像这样依次钩3个短针，完成后又在身体上钩5个短针，接着取出另一只手，捏扁合并钩织4个短针，完成后将身体剩余针目钩完。最后引拔连接，结尾预留50厘米线头断线。
这样身体最后一圈就完成了，也连接好了手。取出适量填充棉塞入，这样下半身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将身体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接着取出头，找到头缝合处，捏扁后，会发现一侧较窄一点，一侧较宽一点。我们从窄一点的这一侧，从缝合处下面第一行往下数17行，用线标记。身体缝合占12行，所以再数12行，用线标记。缝在头的居中位置。缝之前先用线临时固定，我这里已经固定好了。手的这一面对着自己，缝合处痕迹向后放置。两侧位置大概18个短针左右。看一下头和身体是否协调。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棉花，看一看撑起来的效果。如果不协调，就稍微调整调整。合适后，将棉花取出，然后开始缝合。边缝合边取下临时固定的线。
这样下半身和头就缝好了。最后剪一根30厘米的线穿入缝针，在身体第4圈和第5圈上绣一个 X 形状。下面学习五官，包含鼻子、眼睛、腮红和耳朵。先学习鼻子，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完成后在上面绣一个 Y 字形。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W 短针1针放3针、TV 中长针加针、FV 长针加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先锁针起针，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依次钩一个短针，6个中长针，完成后，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7个中长针，这里的括号表示钩在同一位置。接着旋转织片，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6个中长针，注意不要穿入这7针的同一位置。完成后，钩一个短针加针，最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这样第1圈完成。接着钩第2圈，立一个锁针起立，按照图解依次钩一个短针加针，7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1针放3针，也就是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继续依次钩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1针放3针，一个短针加针，7个短针，
2个短针加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2圈完成。下面来钩第3圈，立一个锁针起立，按照图解依次钩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9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下一针是中长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这样中长针加针完成。继续左侧相邻针目钩一个中长针加针，完成后，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对应针法，一直钩完第4圈。第4圈完成后，下面来钩第5圈。大家先按照图解，一直钩到长针加针前，完成后，下一针是长针加针，也就是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这样长针加针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对应针法，一直钩完最后1圈。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50厘米线头缝合，这样鼻子就讲完了。下面缝合鼻子，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取出头，缝在距离身体4行位置，占据19行。放在居中位置，左右大概18到20针的距离。大家可以用线临时固定，我这里已经固定好了。有引拔痕迹的这一侧向上放置，正面对着自己。完成后开始缝合，挑头部几根线和鼻子缝合，大家一直缝到快要结束的位置。
边缝合边取下临时固定的线，然后也边缝合边看一下是否协调，不要缝歪。快要结束时，在里面塞入适量填充棉，然后将剩余部分缝完。完成后打结长线，大家多藏几针。接着对照图解剪一根60厘米的线，穿入缝针，对折，对照成品图位置，在鼻子上绣一个 Y 字形。我这里位置不做参考，只演示方法。
完成后，藏好线头。这样鼻子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腮红，一共2个，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完成后在上面绣几个小线段。用到的新针法有 TW 中长针1针放3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先锁针起12针，接着从倒数第3针开始，调锁针上方1根线，依次钩9个中长针。最后一个锁针上钩5个中长针，旋转织片，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8个中长针。最后一针上钩一个中长针1针放3针，最后与第一个中长针右侧第一个锁针引拔连接，结尾预留15厘米线头缝合。大家先对照图解，剪一根20厘米的线，穿入缝针，在腮红反面绣几条短线段。完成后，
大家再制作一个。最后将腮红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缝在鼻子两侧，距离7个短针位置。注意织片反面朝上。方法与鼻子相同，只是不塞入填充棉，这样腮红就讲完了。下面剪一根眼睛颜色的线，穿入缝针，取出头部，在鼻子两侧绣眼睛，每只眼睛占据4个短针距离，绣几条线，效果自己满意即可。在鼻子上端齐平即可。我这里位置随机，满意后打结藏线。大家将另一端也绣好，这样眼睛的绣制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耳朵，钩织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缝在距离身体35行位置。距离正面边缘6个短针左右的位置。捏扁，对折，缝起来。我这里位置随机，完成后打结藏线。这样一只耳朵就缝好了，另一只耳朵对称缝合，这样耳朵就讲完了，五官也就讲完了。下面学习配件，分为内衬缝合、围巾和橘子。先缝合内衬，请看演示。下面取出头，样品不做参考，将反面对着我们自己，也就是有缝合痕迹的这一侧，捏扁，
会发现一个侧边会有2个点，取出内衬，从一个点对准，然后这一侧对折，沿着这个点对折，到另一个点结束。大家将多余的部分剪掉，右手侧边位置预留一部分，将多余部分剪掉。反面对着我们自己，将长的这一边重叠缝合起来，侧边先不缝合，剪一根60厘米白色的线，我这里颜色随机，抽取一股，穿入缝针，从边缘位置开始缝合，大家将这一长边缝完，完成后形成这样两侧都有洞，将内衬塞入头部，先将一侧与头部一侧边缘缝合起来，
向里折一点，先固定线头，挑内衬折痕处，与头部反面几根线缝合，注意线迹不要漏到正面。大家将这一圈缝完，完成后打结藏线。接着，在内衬部和头部之间塞入适量填充棉，大致均匀的填充。另一面也填充好，棉花塞好后，可以从内衬部这个洞眼里穿过，试一下，看是否合适。合适后，将内衬缝合起来。方法与这一侧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将内衬扯一扯，使里面内衬不要皱起来。可以多缝一点。边缝合边试一下内衬有没有在里面皱起来，这样内衬的缝合方法就讲完了。接下来制作围巾，首先拿起对应颜色的线，这里我称为线1，然后起针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
注意锁针不要勾得太紧，可以松一点。如果想要调整围巾长度，可以根据喜好调整锁针数。完成后钩织3针锁针，拉大钩针上的线圈，抽出钩针，接着拿起另一个颜色，我称为线2，在此时从右往左数的第5个锁针上接线，然后钩织3针锁针，接着拉大钩针上的线圈，抽出钩针，穿入线1的线圈，将线2的锁针向后压，接着调左侧锁针的辫子，外侧半针，钩1针引8针，完成后继续钩3针锁针，抽出钩针，穿入线2的线圈，线1向后压，调左侧锁针的外半针，钩引8针，接线的线头可以藏一下，往后继续钩3针锁针，抽出钩针，再穿入线1的线圈，线2向后压，往左钩1针引8针，3针锁针，往后2种线材交替钩织，1针引8针和3针锁针，把剩余部分钩完。钩的过程中，2种线会交缠到一起，大家及时分开。
到了边缘的锁针位置，对应钩一针引8针，然后断线。再穿入剩余的线头，挑边缘钩一针引8针，断线。大家将其中2根藏到织物里面即可。完成后，拉一拉，围在脖子处。可以稍微固定几针，使围巾不脱落。完成后，打结藏线。另外2根线头藏好，这样围巾就讲完了。下面学习橘子，主体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我这里已经钩好了。下面来钩叶子，先锁针起3针，接着在倒数第3针上钩一个中长针，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也就是先钩一个锁针，接着挑中长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1根线，钩一个引拔针，接着钩一个锁针，中长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最后断线。缝在橘子第5圈上。剩余的线头放在里面作为填充物。接着剪一根30厘米的线，抽取一股，在主体上绣几个绞线段，靠近叶子附近绣制。
最后将主体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缝在头顶、鼻子11行左右。缝合方法与鼻子相同，记得塞入适量填充棉。这样橘子就讲完了。到这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